我是河南新乡人，新乡下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县。说实话，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我父亲是开砖厂的。我记得在我记事开始，我家里面所有人最害怕的就是过年，因为每次过年，很多人来我家里要债。我父亲欠了35万。15岁，我读初3，马上参加中考。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我看到我母亲在家里哭，她告诉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父亲那天被公安局带走了，被人告上法庭，被判5年。一个55岁的人被判5年意味着什么？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我记得我跟我的母亲在全村里面借钱，在所有的亲戚里面借钱，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我，5000块都凑不够。我的父亲55岁，在牢里面待了5年。那年我15岁。当我看到我母亲的身影的时候，当我看到我母亲要供我上学，当我看到我母亲要供我父亲在牢里面的生活费，供他的医药费的时候，一个54岁的农村妇女，她的头发用了不到3个月白完了。她每天除了一个人要种几十亩地以外，还要在通车厂里面上班，做喷漆工人。喷漆工人每天上最少15个小时以上，每次醒出来的鼻涕全是红的，全是绿的，全是黄的。我知道我的母亲身体已经不好。直到有一次，我母亲一个人在地里面打农药，农药中毒，被人带到医院，2万块家里拿不出来。我即将面临我的母亲会离开我。我那个时候，我从心目当中我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一定不能穷，一定要赚钱。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决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辍学了。我辍学以后，在我亲戚家里面开的一个修车厂里面做学徒工人。我很勤快啊，我一天只能吃2顿饭，每天早上7点钟上班，睡在修车棚里面，每天工作到凌晨3、4点。我工作了半年，我学习补轮胎，我学习电气焊，我希望能够为母亲分担。半年以后，老板1毛钱工资都没发给我。我忍不住问老板，我说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发工资呢？老板看了我一眼说，我们这个行业想出头最少需要待2年才有资格领工资。当我听到2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彻底的绝望，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可以等得了2年，我母亲等不了2年了。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听别人说在工厂里面可以上班，我去了工厂，在工厂里面上班。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工厂里面开车床、磨床、锯床、铣床，每天一站就是站12个小时。今天很多人说，周老师，我们做的都累，你一上来讲5天5夜站着，你不累吗？那个时候就练出来了，15岁。2个月以后，我终于领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薪水。当我拿到那笔薪水的时候，我没有兴奋，我很伤心，因为我领了50块。我在问我这个问题：50块和5000块钱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攒够5000块钱救我的父亲？我听别人在工地里面上班，一天可以赚15块。我从工厂里面辞职出来，去到工地里面上班，钢筋工、水泥工都干过，修过桥、盖过房、架过路。那年我赚了450块，我很有成就感。当我过年把这450块拿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长大了。我看到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16岁，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找到了另外一份工地的工作，跟四川人在一起，在河南省架高压线。那个工作非常危险，但是工资高多少钱？高2块，一天17块。我在那个地方一干就干了1年，从过年的初8一直干到农历腊月23号过小年回家，我记得很清楚。印象当中的第一件事儿，为了加班，一天多赚20块，在地里面架高压线，穿着胶鞋、棉衣、棉裤，天很冷，拖着线往地里走。农民刚刚浇完地，地里面全是水，一不小心踩在泥坑里，所有的水全部灌完了我整个胶鞋，我一个人那个鞋拔都拔不出来。我在那个地方等了半个小时，那条线架完以后才有资格回到宿舍开始换衣服。我整个腿冻麻了，冻木了，冻得没有知觉，连裤都脱不出来。
我为了一天可以多赚25块，在山上加高压线，那次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一次我第一次想过自杀，太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回农村的时候，你们应该看到过很多山上有高压线。你们知道那个线是怎么架上去的吗？没有路啊，全是人肩挑人扛上去的。我们爬上山，从山顶上扔下一颗钢丝绳，一只手抓着钢丝绳，一只手背着材料上山。我上了2天，我累到吐血，趴在地上起不来。老板要开除我，我求了他半天，我说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老板可怜我，可怜一个16岁的孩子，他给了我一份工作。他说：“这样，如果不用你干，你只需要看建筑材料，一天还给你多加10块钱，你愿不愿意干？”我说：“太棒了，愿意干。”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他让我做的那个职业叫做看工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看工地的人？我看了1星期的工地。一个16岁的孩子在山上看工地的那种场景，我永远那一幕在我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身上除了一个手电筒什么都没有，伸手不见五指，对面就是几座孤坟。我一个人在山上，16岁，很害怕，很恐惧，很迷茫，因为不会搭工棚，半夜天下大雨，我的被子全湿了，我一个人蒙着油布子在山上哭，哇哇直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我想死，我想自杀，但是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我想到55岁的母亲在家里面等待着我，我是她活下来唯一希望。我不能死，我必须得活下去，我必须要活得像个人。我记得我为了一天能够多赚35块，四川人一天的工资比我高35，别人是架高压线高空作业，我也想学。我学了2天，我亲自感受过，当我在100多米的高空上，因为腰带松裂差点整个人摔下去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下来了，我不敢赚那个钱。第2天我亲眼见到我的工友从100多米的高空上下来，摔下来，直接残忍在我的面前，那个画面我永远记得。那一年我干了365天，我一共赚了4300块人民币。不管是多大的太阳，多冷的天，多热的天，我都在工地现场。那年的我1.76米，不足80斤，浑身皮包骨，满脸晒得脱皮。我回到家，我妈不认识我了，但是我赚了4300块。我问我一个问题：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要改变。我告诉我自己，人这一辈子想改变有2种人，第一种是卖体力，第2种人是卖脑力。我一定要靠脖子以上赚钱。那年是2003年，是非典。我不知道非典那年你们在座的各位在何方，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非典那年我在工地现场。当非典爆发的时候，老板在我睡的地板上撒6石灰粉，那年我就那样度过的。我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我就此死去，我母亲连我的尸首都找不到。03年学习电脑很热门，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农村里面有集会，我收到一张传单，传单上写了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改变人生。学电脑学费4300块，刚刚好是我1年的辛苦钱。我拿这个传单很兴奋地跑到家里面，告诉我的母亲，我说妈，我要上学，我要改变家中命运。一个55岁的农村妇女不识字，她会对我说什么？她说学不会怎么办？不还是回工地吗？儿子，你听妈的话，你1年这么辛苦赚了4000多，再好好干几年，干2年1万多，干4年2万多，再干几年，当咱们攒够几万块钱的时候，妈把咱们家的房子给你修一下，再给你讨个老婆回来。我说我不要过那样的人生，我从来没有跟我的母亲吵过架，但是那一次我跟她吵了，吵得不可开交。吵架的结果是我拿着4300块钱离家出走，我去上了那个学。在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10年以后，就在去年，我在苏州和蔡安之老师演讲现场，当年河南方远电脑学校的校长就在现场，他认出了我。10年前我是他的学生，10年以后他是我的学生。你们有见过吗？有见过我校长的，对吗？我讲的每一句话全是真实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再次碰到他，他也没有想到再次碰到我，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当我那一年，我记得我拿4300块钱去学校的时候，我做了人生中最大的那个决定，我兜里就4300啊。当我把4300学费交出来的时候，我身上1毛钱都没有哎，我不知道晚上去哪里睡，我也不知道那天吃什么。
第一次露宿街头。2天以后，我在学校附近的网吧找了一份工作，老板管吃管住，1个月给我发100块。我那个时候17岁的工作生活是早上7点钟上学，上到晚上7点钟，7点钟去网吧做网管，工作到凌晨3、4点，每天休息3、4个小时都不到。1年过去了，我学会电脑，我想出去改变命运。我跟老板说我要辞职，老板很生气，扣了我1个月的薪水不给我，压了我的铺盖卷不给我。我在那个地方求别人，我求了别人1个半小时，就差给别人下跪了。老板把我的铺盖卷扔到马路大街上，扣了我100块钱人民币，只甩给我100块，甩在我的脸上。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弯腰捡起那100块人民币的时候，我在内心深处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这辈子一定要成功，一定要。100块钱连路费都不够，我借了我一个同学350块，我一共怀揣着450块钱走到今天。450块买了一张去到河南洛阳的火车票，第一次在洛阳七里河王城公园对面的世纪电脑城里面找了一份工作，卖电脑。第1个月工资170块，在电脑城我什么都没得到，但是我看了一本书。有一次在电脑上卖 MP3 给客户下载歌曲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本电子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穷爸爸富爸爸》。因为那本书的命运魔术般的发生改变，我知道什么是财务自由了，我知道什么是被动收入，我知道什么是创业，我知道为什么要做销售了，我找到了。当我找到的时候，我开始把清奇所有的著作全部看完，我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会。我最开始没有钱，不能像你们一样能够在这种酒店、这种环境下学习，我只能够去听安利、直销、保险的一些免费的课程。当我赚到钱的时候，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投资头脑去学习。直到有一次，当我得知北京富爸爸正式成立，清奇来到中国授课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做了一个决定，我再一次拿身上所有的钱，坐火车24小时跑到北京学习1年财商，就因为那1年的学习。虽然那1年的学习再次让我一无所有回到了深圳，但是我学会了，就用这点东西。21岁到深圳，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买房买车，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从整个周氏家族最穷的人变成了如今整个周氏家族最富有的人。我分享我的生活就该如此，但是没有想到2年前上海的一场演讲再次魔术般的改变我的命运。上海万人体育馆财商的创始人罗伯特 T 清奇在那台上演讲，当我第一次听到他口中的富爸爸原来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一个华裔在夏威夷经商3代，他悟出了犹太人最大的经商哲学，他把它叫做财商，把它传播出去。他没有传给中国人，而是传给了一个日籍华人的时候，当清奇获得财商以后，开始著书立说，把财商传给日本，传给无数欧洲国家富强的时候，我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发明的财商要去帮助其他国家富强？为什么中国人发明的财商没有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的舞台上来帮助整个中国富强？既然没有人做，我来做。我毅然放弃了我在深圳奋斗的5年房地产业，重新开始创立西思想这家企业。2个人从派传单做起。当我站上讲台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可以成功，因为没有人相信我。我告诉全天下所有的会议主办方，我说今天只要你给我一个演讲的机会，我可以把我的演讲费用全部给到你，出差的费用我来出，机票的费我来出，酒店的费用我来出。我只渴望有一个上台分享的机会，能够成就更多中国人的机会。求求你给我一个上台的机会吧！求求你给我一个上台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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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给我上台的机会！求求你给我一个上台的机会！今天是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讲的第689场。听过今天这场演讲的人超过6万人，我改变的不是6万人的命运，因为6万人背后有6万个家庭，有6万家企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我可以成功，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新思想创立第1年，我捐助第1所新思想希望小学，能够帮助那些3军的孩子从小就能接受财商教育。
新思想创业的第2年，我们再次建立第2所新思想财商小学。我想告诉我们这现场的所有同学，我有一个梦想，我渴望能够帮助更多中国人立起来，我渴望帮助更多中国人能够财务自由，我渴望帮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今天，国家的富强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只有我们共同努力，中国梦才能够实现。国好家好，我们才能够好。